可以录。这样直接夹这就好了。对，不要那个。我直接讲的。今天博君又难得，我们开始哦，开始，这是突如其来。开始啊，开始了。哦，我们社团扛把子帅哥又来了，而且他我先离开说，他今天指定说一定要跟我们的那个美妆保养对天天后天后美妆保养我是已经天后。交棒给你了吗？我跟你说，你交棒给我会倒，不用再卖了。新一代保养男神听起来不错，对保养男神以前有那个什么耳，我先现在牛耳还讲得很好呢。 Kevin 老师 Kevin 老师，对对对，牛耳已老经师不行了，不是，没有，哎，我老们在前辈，老前辈对对对，我们是后浪，要推前浪了。是但我们还是先我们的本业香水，是是是，好。博君说他有准备了一支，对，是你近期的毕业之作哦，没错，这真的是我最后一支。真的吗？是一个系列的。你那个话有不能讲太语快带，疑问的感觉。不能讲太快，说我再也不买了。因为我大概去年就听说跟这是你最后一支支了。去年什么时候？还是这个挑礼拜出去这个礼拜的最后一支？没有，应该算是我觉得到年底前真的是最后一支。哦，对真的啊。应该是说这个牌子啦。 OK，这牌子如果又出新的味道，那会不会是17系列17在上一次的那个别姬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就已经霸王别姬了，就结束了，因为17也没有几支。天哪，现在有几支了？那今天这个系列要帮我们带来什么？我今天要带来这一支算蛮特别的一支。好哦，我们最喜欢你带特别的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背景对有一个不太一样，非常漂亮的小地地毯，对啊地垫这样 New 子。 Era 的。哎，质感还蛮好的哎。好，那要不要帮我们打开一下？主人帮我们打开好。好，这个叫做 VR， 我也不会念 VR Caviar One。那这个名字它是来自于就是意大利它有一个城市叫做杜林 Turin， 那它这个城市里面的一条街，对啊，它是用它那个旗舰店的那条街去命名的香水。那可是这条街呢，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叫做 Caviar， 它是一个伯爵啦，然后他是第一任首相，所以他是意大利的国父。哇，哦，刚刚看了一下，哇，那么久啊！加夫尔伯爵。哦，那是这样子，是在几年前？加夫尔伯爵我要看这我要看哦，这我要看，因为他这个应该已经有蛮长的时间了，意大利的，对，可以。好，卡夫尔这样子，但是可能不是用他的灵感去做，只是用那一条街，然后只是延伸到说，就是他用这个街的名字的由来。那叫这名字这样。对，那香水本身要呈现的应该不是这个形象了，可能是那个街给人的感觉。对，应该是这种感觉。那这个街你有没有先做过功课一下？它现在是一个不知道长什么样子。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是要亲身去过，就像上次豪哥跟我说他去那个塞尔夫利奇，对 Selfridges 嘛的那个画面，他才有办法啊，我那个见识短浅，没有办法。对，客气。可惜。下一个地方你就会去了。那当然还没去之前，我们可以先用味道先挑到那里去。对，我们先把它带到感受一下。南京西路308二楼，这个要置入哦。可以置入。好，那我们先打开。所以你看它这个我都还没开，它这个上面的跟其他这个我第一次看到。对，只有这一支好像是有这样的感觉。哇，真的？很漂亮哦。你说它这上面有这个对啊，一个就是它这个旗舰店特别出的香水，所以它是就是以它命名的，以这个国父命名的。以这个国父命名这条街酷哦，这边对，不一样。所以它这边有写独家嘛，对，就是 exclusive，对有 exclusive 这样子，对，那我们就可以来打开看看，好不好？好，那它大概是什么样？在你看了读，大概先study 一下它，你觉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盲买，啊，你只是纯盲买，我盲买，我连闻都没闻过，但是我知道它是美食调。美食调，我知道是你最近是很喜欢美食调。对啊，从冬天就弄到现在，录到现在，还在录，还没有录完。那我想问你，美食调之前是比较偏什么？木质的没有，我其实美食调之前应该是比较花香，他喜欢花果香调。上次那个专家纪录片，说那个，对。
哇，你猜的很厉害哎！给你开那个，因为我们是职业在猜这个，专业在开，专业，那他开这一面。你给你看，好。那它这个虽然说是 Shooting Star 系列，但是他们官方已经把这个系列又分出另外一个版叫 Spotlight， 对，就是聚光灯啊，对。那上次我们不是有买一个那个两套组的嘛？对，星光的那个嘛，对，它就归类在 Spotlight 里面。哦，对，所以 Shooting Star 它也是有分的，是像阿波罗尼亚是 Shooting Star，但它这边写 Shooting Star，但它是 Shooting Star 里面的 Spotlight， 哦，越分越细这样。是，对我都快搞不清楚了。Shooting Star 里面的，哇，对，我还没有闻过啦。给你开，对，它的第一眼惊喜。我真的就是好喜欢它的盒子了。先给你看，有一开始都会有，它有陨石呢，真的假的？对，有陨石，好惊奇哦！第二颗的呢，哇，你已经收集到第2颗哎，哦，所以真的是有旗舰店才会有陨石哎，旗舰店商品的才会有。哦，哇，好漂亮哦！打开看吗？哇哦，可以啊，当然要打开看啊，然后就掉到不知道哪去。它一样是有编号，还有编号，陨石这里面就是一颗陨石，然后会跟你讲在哪里。那是真正的陨石，别猫没看过对不对？我们上次有拍一支，刚好有陨石，叫做那个乌灯啊，乌灯。哦，对，那我没看到，我只有闻。哦，你只有闻到。那我们可以把那颗陨石拿出来，来看，看这张卡上面写这颗陨石当初是掉在哪。哇，陨石在这里，好酷哦！酷哦！哦，也是西伯利亚，它也是掉在西伯利亚平原。哇，经纬度也都写了，然后掉落时间是1947年。哎，没有 ，4 days 上面1947年在南京西路2月12号掉下来。哎，还有一颗哎，对啊，2颗哎，这颗是从1947年到现在。194要修哦，1947年到现在。对啊，2颗哦。对，2颗哎。哇，好事成双。赚到不是？好像赚到，辐射渗透这样。看一下。借我们看一下。哎呦，这一颗好漂亮哦。它是真正的陨石的，陨石碎片。它很有巧思哈。对，我就很喜欢呐。好棒哦。对啊，每一颗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它这样特别限定的，会不会特别比较贵一点点？不会，因为他们家会让人家觉得价格上比较不亲民的，其实就只有17、17了。哦，对了啊，其实其他的像大家普遍比较认识亚历山大，其实就还 OK 了。是，那50 ml 大概我们也是，我们可以铺路吗？可以啊，大概就这样嘛。对啊，所以 OK 啦。以乌木香水来说，这样我觉得是很 OK 的。是顶级的。对啊，不然你看如果讲，对50 ml 就，对了，再补4颗零给你，对不对？对，让它动一掉。是啊，对啊，这是 OK 啦。对，好的。刚刚英国老外也是说他很喜欢 Roja， 真的，他说在国外非常的红啊，很红啊，对啊，希望我们把它全系列都可以进来。那他要全部吃下来，只有他买的，没有，还有他要吃单哦。台积电上班了。哦，这样子 ，OK，失敬。对啊，如果讲我们都是看，如果社团有人又许愿喜欢我们再进，不然真的成本又太高，所以这个是50 ml 嘛，这是50 ml，这瓶子。它这种它就没有出100的，对，所以没有大的，没有100的，没有100的，所以它最多就是50。对啊，就你们知道嘛，其实我不太买50嘛，对啊，但没办法。OK，好，那因为美食调我们也是比较秋冬一点啊，所以现在用可能我也不确定适不适合，但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那长辈先行。老板口头禅，长辈是我现在对哈，我现在是最长辈，没有，其实 Cindy 是更长辈Cindy 比我大。我们是用那个不要用年纪分，我们用那个对辈分来分这样。香水界辈分是这个是你喜欢的果香调啦，有没有？哇，酸酸甜甜的，对啊，酸甜甜啊，夏天可以。哇，这个音乐好酸酸甜甜，还有一点花，对，有一点玫瑰，哦，有哦，旁边花香也有，旁边10公尺的都已经闻到了，哦，真的我都不用喷了，这个好香哎，香哎，对不对？你要试看看，闻一下，它身上很多味道了，我觉得他们远远闻应该更好闻，因为我们这么近哈，就是它味道都非常明显。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香菜。
这立刻让我想到了花园果园。那这个视角正好是跟花平视。你有在花园，你有在这个一片的果啊、桃之类的，应该都有。在一片的花果园里面，然后这样蹲着，平的视角跟这个水果近距离的看吗？对看吗？没有过呢，这个我就有，所以我现在画面是小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它就是很贴近嘛，只要你拿到鼻子前面，你觉得很像蹲着，然后花啦、水果啊就在你面前这样。我闻到他们家很爱用的香菜，红浆果。哦，我觉得黑巧克力，我觉得我现在这边有点这个是有一点红莓果，红浆果、红莓果 （red berries）。然后那个，你这是要考我就对了。没莓果那是酸酸的，酸酸的那个摩洛哥的玫瑰，对，摩洛哥玫瑰。再来广藿，有，然后沉香木，然后香草，琥珀，克什米尔，这个 cashmere 对，还有麝香，好，前面讲错了，前面还没看到，对，这是什么东西？我后来查叫温柏啊，有一种像是梨子的东西，柏啊，你知道一个木在一个白，就是它很像悖的那个字，你知道吗？悖论的那个悖，它那个字念柏。我知道。对，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知道。那个很特别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那个真的不熟。对。那另外是一个白桃了。桃子，对，桃子味。酷哦，借我看。难怪一开始就有水果那么明显。这个好香，这个很棒，这超棒，超爱。对啊，那你这个我们买中了啦，中了，最后一个白桃，最后一颗扭蛋收集完成。对，而且还2颗陨石。这个还2颗，对啊，还有2颗，还是把它粘在一起。会不会上次跟豪哥一起拍的？没有吧？2颗，结果你们只拿出1颗，没有就掉出1颗，没有啦，通常只有1颗啦。就这个是有2颗。上面他说我是不是我们刚刚不小心把它拆成2枚？对，就是这样。它是不是2颗？好，我们来讲一下，先问博君，现在这个前调让你闻起来感觉是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它的那个浆果味非常突出，那种酸甜。那就是浆果味。那就是浆果味，因为他们家蛮喜欢放这个 red berries 的东西，所以上次那个别姬也有这种味道这样子。然后它那个酸的味道应该就是来自这个红浆果的感觉，然后再配上那个桃子，鲜甜的味道。它一开始开场就是一个很棒那种现摘果实的感觉，现摘果实，但它不是柠檬的那种酸甜，是来自浆果的酸甜。对，会让你有点，你知道那个也是会，对，也是有养病会有口水分泌出来酸对的感觉。对，所以你刚刚区别的很好哦。事实上，果子的酸又有分为那种柠檬啦或柑橘类的酸，跟这种李子啦或者是说这种berry 的这种酸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你反而觉得是比较像是这个 berry 型的这种酸嘛？对，酸感，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因为我喜欢喝酸梅汤啊，然后又冰的，它就是那种有酸甜混在一起。那柠檬我会觉得那就是酸，刺的这样的感觉。OK，所以现在给你的是反而是比较像第一种的酸甜之间这样摆。对。OK， 好，那个 Cindy 呢？这一支前调，目前让你感受起来像什么？对啊，它一开始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果子，就是酿到一个程度，然后带一点点微酒香的感觉。可能是那种记忆会连接到说，就因为我们平常比较不会吃就是莓果这一类的，但是可能在以前的记忆中，就是酿的那种蜜饯之类的，会有类似的味道。然后，但它这个是但味道是来自于那边，但是它香气是很让你觉得很鲜艳、很新鲜、很多汁的感觉。OK， 对，有你刚刚讲说带一点酒酿的感觉，事实上有一些在里面哦。对，然后我觉得渐渐的已经有闻到一点它那个木质的韵底，我觉得它后调应该会很好闻。是，那如果说女生的话，你会把它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以这个前调来讲。都蛮适合的就我觉得这个味道不太会让人家觉得说什么场合不能用对，所以应该是几乎每一种场合我觉得都可以更适合白天或晚上呢？白天晚上都可以。
博君，如果男生用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时候？男生第一个我觉得它蛮中性的，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宜人的味道，我用宜人这个字，因为它会让你觉得非常温和，然后很柔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它使用的时间，我觉得比较早上比较白昼的感觉，因为它有水果，你知道吗？对，水果就是那配上这个音乐，摇曳在那个摇椅上，舒服这样吊床，哎，这种感觉，对不对？有，对啊，配合这个音乐有像，哇，那我其实闻到一些茶在里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探索到茶哦，很香哎，所以我觉得它底的那个后调应该会非常棒。我一直闻到后面，隐隐约约闻到一种很好闻的、舒服的，带一点那种阳光气质的那一种木质感。对，应该是因为它有克什米尔木。克什米尔木在里面那种味道。对，那你们觉得这一支是重的那一种夏季合适，还是入秋冬的时候合适？夏季也非常合适，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环境蛮凉的，此时此刻，所以我觉得 OK。但我觉得这种味道，可能你在外面现在出去晒会晕。因为我觉得它算浓郁，它算浓郁的，它算浓郁，对，它是算对，但是西决肤基本上我觉得都蛮浓郁，只是在味道的呈现让你觉得它是轻飘飘的，还是再厚重一点的乌木，但是它这个花果香带木质底的这种感觉，它是轻的、轻盈的、轻盈感不重的那一种，对，所以我觉得。春夏也可以，除非你一直都在跑外面啊，就不适合。但如果像我们可能办公啊，室内其实都有冷气的情况下，夏天也很 OK。所以如果夏天你待冷气房这一支是可以的，对。但是如果是今天是在室外的话，可能就会太重了一点，是吗？博君的意思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因为他们家在下那个香草啊，跟下这种美食的味道是没有在给你手软，所以你知道。我是没试过，但是我觉得以我对秋冬的时候喷他们家的了解来看啊，因为它持香已经很惊人了，所以如果你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有晕的感觉啦，我猜啦。是，对。而且我们刚刚看香料表里面也有它，就是你经常说的西决肤在这个运用这个香草这个香材，其实是特别的厉害，特别厉害的。对啊。所以待会应该在它的中后调的时候，香草又可以有一点期待了哦。对，就是要看它后面是怎么转换的。是，因为你说这个是美食调，但目前感觉像是花果香调，对吧？目前呢？对，因为我看它香材是有巧克力，但我目前还没有闻到那么多巧克力，还没发现巧克力。对，但是可能会在后面的时候出现。对，我们待会。给一点时间，回头再来跟大家讲，看它有什么变化。没有问题，待会见。好，待会见，拜。怎么跟优动上看不一样？因为不是，是因为他们会装那些灯啊什么，然后让它，然后滤镜又开下去什么的。对啊。然后再画一半，然后你另外一边长完全不一样。没有，你太早放弃了。对啊，因为多半就是先开始好笑，人家才关注。对你陆陆续续，对，越变。他们那个后面的给息都很多啊，什么灯啊什么的。你看，就像我们的设备一开始也是袅袅的先开始，一直被留言干掉到爆，说声音品质很差，然后到现在比较没人。现在换过一次换过5支了。对啊，一次是圆圆的，对啊，一次是从没有，然后到有圆圆前面，然后再拿笔。没有，再到那个，对，再到这个吧。本来有我们有拿过笔啊，在夹筷子上，对，我有拿过筷子，然后变蓝牙1对2，2组，再到这个，太厉害了，我们可以写那个跟我们的香水一直升级一样。对啊。好，来回头西决肤后调，西决肤后调来了，打开。这一支在我身上已经有变化了。我把它拿起来，这个。把它关起来哦，它可以那个起家。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要美食调。好，真的，因为我已经开始出现了巧克力跟玫瑰花，很明显，玫瑰巧克力。对，在玫瑰茶园里面吃巧克力，心情大好，满足味觉跟嗅觉还有视觉。香哎。
一次全部到位。而且这一个是很隐蔽的森林里的下午茶。哦，对，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出现的咖啡厅。感觉不错吧？有够厉害。有啊，这个花香在我身上加巧克力是尤其明显。现在啦，来博君，换你。现在后调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它就是我最熟悉的那个华顺的香草感，有点奶奶的，然后很温和，对，很滑，很柔，就像这个，柔柔的，知道吗？真的滑顺，没有毛，对，这样，的感觉这样子，那我觉得巧克力对我来说不是太明显，因为我觉得那个蛮看那个每个人的体质的状况的。对，因为我之前有一支更明显嘛，就是那个交响乐，记得吗？对，柑橘巧克力，对不对？那我觉得比较起来，这支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它的莓果的酸跟它的香草的滑顺，是处理的非常优异的。对，我很喜欢啦。是。好，那 Cindy 的后调在你身上现在怎么呈现？我的后调还是很好闻的那个酸酸的那个莓果酸。你还在莓果酸？对。然后巧克力好像一点点啊，一点点跑出来了。OK， 我巧克力吃的比你们快了。这支的就是西全夫他们家是用料很重，所以它其实都跑得很慢。对。然后它要经过很长时间，可能在我身上才会到后调。我觉得我的好像还在前中调这样。没错，Cindy 讲的完全是正确。我都觉得西决夫哈，假如说我们现在录影是下午4点，我说真正最美好的时候是在晚上10点，就是大概6个小时之后。对，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哦，你已经晚上去运动了，或者下班去吃饭了，然后到甚至你洗完澡，大概10点半的时候，它才是会让你一直手靠在你的鼻子上面一直吸的那种感觉，这是它的后调厉害地方。觉得很好闻哎，这支很适合穿在身上，就是任何时间都很适合。是啊，特别它的香草常常压在最后一棒，那香草又是博君说这是他们的招牌，所以那个厉害的时候会在晚上10点多之后，对，有一种可口的感觉。好，那真的是可口。对，肥猫呢，现在在你身上怎么呈现？我觉得我这边就是巧克力，我已经早就吃完了，我现在就是香草。真的好快啊！底蕴就是一直在这。我不知道怎么，我今天好快哦。所以你巧克力吃完只能吃草了，对不对？只能吃香草了，就比较没什么味道。那它这种就是不愧是西决夫，就是处理这种美食调，就是非常的厉害，绝对是 top 领先者。就是非常的，你说甜也不会到甜，对，绝对是可能就像 maybe 有可能再过2个小时，它就会是就是成为大吉之中的那种美好啊。OK， 好，那回到博君这边，是你会把它定义在什么样的调性？我觉得它还是美食调没有错。是，对。一开始前半段我还不觉得它是美食调，我觉得反而是刚刚讲的果酸、花果香调嘛。但是慢慢转着，巧克力出现了，是，果然是美食调，好，那如果这个调性，在你应该也接触了一些美食调了嘛，对不对？这一支0到10分，你会给它多少？10分。10分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每个环节都处理得很到位。就是前面一开始酸，对，但是不是超酸，就是酸甜的重，然后慢慢后面酸开始越来越少，然后慢慢到甜，最后到柔和，对，起承转合啦。我觉得这个做得很完美，这样子。不过我不要讲啊，就是说他们家这种类型的味道啊，其实是有一些同一性的，因为同一个人调的，所以我觉得可能选个1-2支就差不多。都同一个人调的，同一个人调的，对，今天一个叫 Chris 的调香师，是，然后他也很喜欢挑这种香型对啊，所以我就像亚丽莎2跟亚丽莎3啊，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你可以选1支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你
你的预算比较有限制的话，对，你不一定要都有这样，它只是在某些环节上做一点对变化而已。 OK，对，但主轴是差不多的。是，明白。好，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它每一个调性好像都走了一次哦，把它走了一圈吧，从果香啦，到这个花香啦，对，然后到巧克力的出现，这个好像把这个食谱绕了一圈一样。对，但它感觉起来是都有一个基调在，但是它其实每一支我觉得还是很多细节是蛮不一样的。是，对。好，那 Cindy 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性？应该它好像比较难定义在就是果香调也不对，花也不对，那就只能在情境上的定义上，我觉得它就是美食调。还是美食调。对，OK。对，但是它不是我印象中那一种，就是蛋糕美食那种，不是，比较像莓果，就是新鲜的莓果那一种。对，然后可能等下莓果、水果蛋糕，对，还不到蛋糕那么甜，还没有到蛋糕，OK，优格沙拉的那种。对，有，然后再加红色的那种，加一些莓果在上面，对，那种感觉，对，确实，这个，因为优格有点酸酸的嘛，对，然后我觉得它，甜点的，闻了会有一种好像还蛮幸福的感觉，那种味道闻起来，对我觉得还蛮舒服，蛮好闻的，反正你的美食调不是像我们的巧克力，反而比较像优格沙拉这样。对，因为我的好像还没有巧克力。OK。好，那在这个美食调，你会0到10分给它几分？9.5。哦，9.5。我觉得蛮喜欢的。对，因为不是那种我不喜欢很甜的那一种美食调，很明显的那一种。是。但这种就是隐隐约约，然后它又有其他种香味带来的惊喜感。是。对，然后我又很期待它后调的表现。OK， 觉得应该蛮棒的。好，来，那肥猫呢？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调？毋庸置疑就是对，因为你现在要 YouTube 分类嘛，你这边照得到吗？不用。好，我现在还是就没现在才开始录制，对。好，因为我现在在分对，你现在是我们的 YouTube 的分类大师嘛，是，你会定调美食调，对，那你会给它跨一些其他类型吗？夏季啊，冬季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冬季啊，我比较偏冬季，对，因为我觉得夏季就像我们刚刚在这个比较凉，出去的话应该还是会有点比较厚重的一些，是，对。对，然后虽然说它比较没有什么就那种带甜的感觉，但是我是把它定义的是冬天。然后如果要再加一个的话，就是一开始它出来的果香，对 ，OK， 所以等于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会有1、2、3种类型，3个很专业清单的分类哦，你就可以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哦。好，全部都放哦。那你给它几分？我给它几分？9.5。哦，9.5 ，OK， 好。对，就是为什么？因为就是刚刚辛蒂讲到，它真的很像那个奶酪上面，然后上面淋的那个一开始那个莓果的香气的那种感觉，就是上面是红红的，对，下面是莓果酱，对，赞哦，对，是讲得好，哇，好，对，这个形容太逼真了。那我们转回来，好，那我觉得对西决夫的评分哈，因为我跟博君一次拍的，不是我们分别拍了这么多次，我对西决夫的印象一直是非常好的。那好是好在特别到晚上10点，我洗完澡之后，我觉得他留给我的味道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无论我们拍的哪一支，我都是这么觉得。所以如果现在的评分，老实讲，我觉得太早，因为我回去到了10点，我可能又会加一些我想讲的话进去。是，好，那如果以目前现在前调跟中调的时间加起来，我目前会给他9.5分。9.5，但是为什么留0.5分？我想要更完整一点，到晚上10点半以后，我再来给他一些注解，这个才是比较够完整的。那10点半，我们再约一次，30秒，明天你再拍，自己在家里拍约10点，哇，那30秒，
不要晚上10你给他点2点啊拍，可以晚上10点。因为你说之前半夜会起来闻啊，你讲啊，会啊你说要起来上厕所，对啊，你说因为我你起来闻嘛都会起来上一次啊。对，然后你起来，赶快有灵感拿出来拍。灵感灵感，那我觉得其实它真的目前以夏天来说，它是比较强的。如果我在外面室温高的话，它是过于浓郁，老实讲，有点太浓，可能就是刚刚博君讲会浓到让你头晕，我觉得是会哦，因为它香材太丰富了。好，那你要给它一点时间。那目前在冷气房里面是都还 OK 的。是好，对，好，那目前我还给他9.5分。那我等晚一点之后，我再回头加一些注解。好，再来一个30秒，再来一个好不好30秒麻烦老板了。非常谢谢博君带他这个系列的毕业作跟我们一起分享。谢谢啦他每一次都是拿到之后先原封不动的，就是他等我们一起来开箱。对啊，我觉得可以，就是参与这样子的开箱活动是一件很让人家感觉到幸福、对开心的事。对，因为谢谢。他好不容易带回来，对不对？跟我们一起分享，但他找我们分享，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荣誉啦，参与啦，对不对？好，非常谢谢博君今天带来的这一支，不是再帮我们说一次好不好？这一个叫什么名字？叫做 Via Caviar， 好，对，意大利 Via 的 Caviar One， 翻译总统是的那一条街，那个叫做意大利的这个加林 Turin 上面的一条这个城市的一条路，是，然后这条路的名是一个他们的国父的名字命名的。我可以想象它这一条街应该种满了那个果树啊，就是果子的树。繁华的感觉好，那看来只能让老板呈现那个地图给大家看了。好，好不好 ？OK， 谢谢博君，谢谢谢谢辛迪，谢谢肥猫谢谢，下一支见哦，下期见喽，拜拜，拜拜拜拜。